大家好，我是一化。常听人们说，外行吃燕窝，内行吃银耳。银耳的营养非常丰富，素有郡中之冠的美称。在古代，银耳可是皇帝和达官贵人的养生佳品。直到我们现在，银耳已经成为再平常不过的食材，可以用来煲汤、拌凉菜、清炒等等。但是要说最受欢迎的，当属于银耳羹了。满满的胶质，每喝一口都是甜蜜的味道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很多朋友自己在家煮的银耳羹寡淡无味，还不出胶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总结了关键的几点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银耳羹快速出胶、浓香软糯、汤汁粘稠顺滑的小妙招。我这一朵银耳羹花了2块钱。首先将它放在盆中。银耳说到底属于菌类，一般菌类的食材都建议用冷水泡发，这跟泡发干香菇和木耳是同等道理。热水泡发的银耳虽然会膨胀很大，泡发的速度非常快，但是会使银耳中的营养成分流失，导致煮出来的银耳不太容易出胶。往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白糖可以促进银耳吸水，使银耳快速的出胶。浸泡的时候记得将银耳根部朝上，这样才能够保证银耳全部浸泡在水里面，让它充分的泡发。然后准备一点百合，再抓一小把莲子，倒入40度的温水将它泡发。莲子属于寒性，和银耳一起煮可以中和里面的火气。百合可以润肺，加入里面使营养更加丰富。接下来准备几颗红枣，往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用左手将它抓洗干净。因为红枣的表皮起皱，容易堆积灰尘，加入一些面粉可以有效地吸附掉红枣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。通过这样的方法，洗出来的红枣非常的干净。多清洗2遍之后，把它放在砧板上，然后先用刀将它对半切开，再沿着核边切1刀，像这样切4刀，枣核很轻松的就取出来了。红枣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红枣中的铁元素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，能够美容养颜，所以我每次在熬汤的时候都可以加几粒进去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在碗中备用。这个时候我们的银耳也已经泡发好了，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我们用手将银耳掰成2半，根据今天家里的人数取1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用剪刀剪去黄色的根部，这一块比较硬，而且颜色也不好看，不容易煮烂，吃的时候会影响口感。剪好之后将它撕成小坨，因为银耳的花瓣非常的缜密，所以里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。我们先将它全部撕碎，然后往里面加入1勺面粉，再加入一点食盐，再次倒入清水将它清洗1遍。用手这样不停地抓一抓，因为食盐可以有效的杀菌，面粉可以吸附表面的杂质。通过这样清洗2遍就非常的干净放心了。这个时候莲子和百合也已经泡好了，用手也抓一抓，简单的清洗一下就可以了。控干水分放在银耳中，一起倒入砂锅。煮银耳选锅也很重要，最好是选用砂锅，因为砂锅导热均匀，散热又慢，最适合用来煲汤。在相对平衡的温度环境下，更有利于水分子与银耳的相互渗透。加入多一点的清水将它煮开，
中途我们最好不要去加水。煮开以后再转小火，然后扣上锅盖。10分钟之后把锅盖打开，然后用勺子一边推一边搅动，这样不停地搅动1至2分钟，这样可以使银耳之间产生摩擦。然后加入适量的冰糖，再次扣上锅盖，继续转小火煮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再次打开锅盖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银耳会变得越来越透明，汤汁也慢慢的变得粘稠。用勺子多翻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使银耳快速的出胶。然后我们将红枣倒下来，继续用勺子不停地搅动一下，把红枣全部浸到汤汁里面，不停地搅拌，会加速银耳的快速出胶。继续扣上锅盖煮1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再次打开盖子，继续用勺子推一推。这个时候的汤色已经非常的浓稠了，闻起来也有一股清香。有条件的可以往里面加入一些枸杞，继续煮个10来分钟，还是接着要不停的搅拌搅拌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胶质已经出来了，看上去也很有食欲。有一句老话说，想要甜就放点盐，最后可以少放一点点盐，这样更能够突出银耳羹的甜味。如果还想喝浓稠一点的，可以再次扣上盖子煮10分钟，这样一锅浓浓胶质的银耳羹就熬好了，每吃一口都是甜甜蜜蜜的。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喝了都非常的好。秋天来了，可以多喝一点这样的银耳羹，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，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点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感谢您的支持。